我丈夫有选择性听力，我让他收衣服，他听不见；我让他洗碗，他听不见。等我气得对他大吼大叫时，他就沉默地看着我，任由我发疯。末了，总不忘补上一句：我又没说不做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我受够了，累了，所以我开始学他，也培养出了选择性听力。这次发疯的人换成了他。晚饭后，我带儿子里奥去洗澡。进浴室前，我特意嘱咐丈夫爱迪生，记得把碗洗了。他盯着手机，头也不抬的，了一声。可等我给里奥洗完澡，收拾妥当出来时，餐桌仍是一片狼藉。爱迪生瘫在沙发上刷手机，不时发出嗤嗤的笑声。爱迪生，我不是让你洗碗吗？我强压着火气问道。他依旧没抬头，手指在屏幕上飞舞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催什么催？他既然这么说，我倒不好再催。等我把里奥哄睡，再回到客厅，脏碗碟还堆在桌上。我看了眼沙发上仍沉迷手机的爱迪生，心想他是成年人，洗个碗不该我三催四请。再说下去，只怕他更要逆反。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，我转身回房睡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起来做早餐，看见昨晚的碗碟原封不动，油污在桌上凝成黏腻的污垢，放了一夜，干硬难擦。想起昨晚我一遍遍提醒他收拾桌子、洗碗，他在干什么？从6点玩手机玩到不知几点，然后摸黑上床。有时间玩手机，没时间洗碗，一股邪火窜上心头。我擦净桌子，洗完碗碟，才去做早餐。爱迪生起床时，我已经在吃早餐了。哟，他故作惊讶，有早餐啊？说完就坐下，自顾自吃起来。爱迪生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压下胸口的怒火。我昨晚提醒你2次洗碗，早上起来碗筷一动没动。爱迪生没吭声，继续吃。我把叉子往桌上一拍，瞪着他。他大概感觉到我的怒气，终于抬头，咧嘴一笑。哎呦，忘了吗？看把你气的。放心，他语气轻快的刺耳，下次一定洗。看着他得意又无所谓的样子，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。吃完早餐，我起身去叫里奥。离开餐桌时，我让爱迪生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晾了。这次他点头如捣蒜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想着，有了昨天的前车之鉴，加上我刚发过火，他总该做了。何况不过是几件衣服，5分钟的事。我给里奥穿好衣服，没检查洗衣机，就带他出门了。送完里奥去托儿所，我去上班。晚上到家，我下意识看向阳台，空荡荡的，心里一沉。冲过去掀开洗衣机盖子，果然，早上那缸衣服还湿漉漉的团在里面。闷了一天，一股酸馊味扑面而来。没办法，只能重洗。爱迪生一到家，就瘫在沙发上玩手机。客厅连通阳台，洗衣机噪音不小，他却像没听见。等洗衣机滴滴响提示洗完，我在厨房喊：爱迪生，衣服洗好了，去晾一下。没动静。我探出头，提高音量又喊一遍：爱迪生，晾衣服。还是没反应。我握着锅铲冲到沙发前，踢了踢他的脚。他慢悠悠地从手机上抬起眼，满脸不耐烦。听见了，听见了，早听见了。不就晾个衣服吗？等会儿去。我一下子炸了。等会儿？早上出门前我是不是让你晾了？你晾了吗？我回来衣服还在洗衣机里，都馊了。你知道吗？爱迪生咂咂嘴，忘了吗？你再洗一遍不就得了？多大点事，至于发这么大火？他这副轻描淡写的样子，让我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。我最后重复一遍，语气冰冷，记得晾衣服。我去做饭了。爱迪生没应声。我回厨房继续做饭。等我把饭菜端出来，衣服还是没晾。爱迪生不在沙发上了。我扫了一眼，卫生间门关着。好啊，他去上厕所了。我懒得再等，自己去把衣服晾了。爱迪生从卫生间出来时，衣服已经晾好了。他冲我得意地笑了笑，没说话，
坐下吃饭。他刷短视频的声音开得很大，吃饭时也看，噪音充斥着小公寓。里奥才3岁，正是有样学样的时候。他见爱迪生边吃边看手机，就看我。妈妈，为什么爸爸可以边吃边看手机，我不可以？我知道教育孩子以身作则最重要，于是轻声说，爱迪生，好好吃饭行吗？手机放下。爱迪生没反应，拇指还在滑。我提高音量，爱迪生，放下手机。还是没反应。我吸了口气，大声喊，声音在屋里回荡。听见没有？我说话你听见没？放下手机。吃饭。爱迪生白我一眼，满脸烦躁，知道了知道了。烦不烦？跟我妈似的。他还冷笑，克洛伊，你没到年纪，别提前更年期。我简直要气炸了。让他做点小事，推3阻4。跟他说话3遍起步才有反应。是耳朵聋了？还是腿断了？还是脑子有问题？4。我不想当着儿子的面吵架，只好试着讲道理。你边吃边看手机，里奥有样学样。爱迪生完全无所谓，他看就看呗，我又没不让他看。我一股邪火没触发。爱迪生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他才3岁，就学这些坏习惯，以后怎么办？爱迪生耸肩，饿不死就行。我一句话都不想再跟他说。喂完里奥，我才开始吃自己的。爱迪生吃完，又拿起手机。爱迪生，去给里奥洗澡。我本打算他给儿子洗澡时，我收拾厨房，然后我给里奥讲绘本哄睡。爱迪生还在看手机，笑得眼睛眯成缝，但不答话。我又踢他一脚，他才抬头看我。干嘛？他语气极度不耐烦。我说，去给你儿子洗澡。耳朵聋了？爱迪生啧了一声，满脸嫌恶，行行行，知道了。啰嗦死了。我吃完晚饭，去洗碗。从厨房出来，见爱迪生躺在大床上玩手机，里奥坐在地板看电视。澡还是没洗。爱迪生，我让你给里奥洗澡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洗？他不答话，只在床上翻个身，眼睛没离开手机。我好累，真的太累了。这一刻我终于明白，他不是听不见，他是装听不见。因为他知道，只要他装傻充聋，我总会忍不住自己动手。我不明白，他妈妈才走了3天，爱迪生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5。我和爱迪生是自由恋爱，谈了1年多，意外怀孕，就结了婚。当时我工作不错，眼看要升职，不想因为孩子辞职，爱迪生就让他妈妈来帮忙。婆婆人很好，我坐月子时，她一天给我做4顿饭，顿顿不重样。她把里奥照顾得很好，我几乎没插过手。今年里奥满3岁，上了幼托班。婆婆说想回老家，住不惯大城市。说实话，我舍不得她走，有她在，我省心太多。但她想走，我不能拦，只好同意。我却忘了，婆婆在的时候，爱迪生吃饭连碗都不拿，都是婆婆盛好端上桌。她什么时候做过一点家务？所以现在婆婆走了，她还以为日子照旧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但一个家需要2个人经营，一个人付出太多，总会崩溃。我决定让爱迪生也尝尝选择性听力的滋味。6。我抱走里奥，给他洗澡，讲绘本，哄睡。第2天早上，我只做了我和里奥的早餐。吃完后，我叫醒里奥，帮他准备。爱迪生从卧室出来时，厨房空空如也。他问我，早餐呢？我没理他，只顾给里奥收拾书包。爱迪生提高音量又问，早餐呢？我只说，哦，我们吃过了，没我的份。爱迪生语气不满。我耸肩，你又没让我做。你。爱迪生气得摔门而出。哈，这就受不了了。这才刚开始。当晚，爱迪生说有应酬，不回家吃饭。我乐得清静。接里奥放学后，带他下馆子，还去了室内游乐场。到家给他冲个澡，他累得绘本没讲就睡着了。
第3天早餐时，我又让爱迪生记得晾衣服。我知道他不会晾，所以只洗了他的衣服。我和里奥的衣服昨晚洗好晾干了。果然，爱迪生没晾衣服。我下班回家，他的衣服还在洗衣机里。我没动，那是他的衣服，不是我的。他不想晾，我何必代劳？直到第2天早上，爱迪生才发现没干净衣服穿了。他公司要求穿工服上班，他有2套，一套还在洗衣机里，另一套昨天穿过，已经有味了。克洛伊，你为什么不晾我衣服？他兴师问罪。我挑眉，早上不是让你晾了吗？你没晾。爱迪生语塞，他大概以为我会像上次一样，发现衣服没晾，重洗再帮他晾好。他没想到我不再迁就，任由他的衣服在洗衣机里闷了1天1夜。爱迪生捞出衣服时，馊味冲鼻。克洛伊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上次我忘了晾，你立马就发现了。这次你故意让我的衣服闷1天，是不是？我从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。你呢？我反唇相讥，你是不是故意不晾？你以为你不晾，我总会晾，所以干脆不做。爱迪生理亏，只好穿上昨天的脏工服去上班。我以为经过这几天，爱迪生总会学乖。可我无意中听到爱迪生和哥们的电话。哎，烦死了！屁大点事，天天念叨。他做饭，我就得洗碗；他洗碗，我就得给儿子洗澡；他扔洗衣机，我就得晾衣服。凭什么？这么点事，非得我做？他不能做吗？我妈在的时候，从来没让我动过手。我听不清对方说什么，但爱迪生越说越激动。你以为我没试过？以前我就拖，不洗碗，不晾衣服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不做我晚饭了，只洗他自己和里奥的衣服。真的，哥们，我受够了。要不是她怀孕，我会娶她。我真是倒了8辈子没娶她。我站在书房门外，听她抱怨的每一个字，拳头攥得指节发白。原来如此，她娶我只因我怀孕。我还傻傻以为是爱情，尤其婆婆待我极好，我从没受过婆媳气，便以为和丈夫的感情也没问题。没想到爱迪生心里是这样看我，他根本是故意的，心知肚明。既然他这么看不起我，那就算了吧。